佐藤俊夫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了3年俄语，他的俄语老师是一个从莫斯科来的流亡学者，姓别列佐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在课堂上从不轻易夸奖学生，但毕业考试的口语环节结束后，他在评分表上写了一行评语。他说，佐藤的俄语发音几乎听不出日本口音。这个评价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俄语科里很少见，大多数日本学生的俄语都带着明显的日语辅音习惯，发大舌颤音的时候舌头打不直，发元音的时候口腔是扁的。但佐藤是个例外，他的舌头似乎天生就能发出大舌颤音，而且能在发颤音的同时保持元音的纯正。别列佐夫斯基私下对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的舌头不是学来的，是天生的，你生下来就是为了说俄语的。”佐藤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一个人的天赋有时候是他自己最不知道该怎么用的一样东西。班上还有10几个同学，大多数人的俄语发音都带着改不掉的日语腔。别列佐夫斯基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停下来，闭上眼睛，说：“我听声音就知道你们是谁。”他模仿每一个人的发音错误，模仿的惟妙惟肖，全班笑成一片。但他从来不模仿佐藤，不是不想，是没有什么好模仿的。佐藤的俄语太标准了，标准到没有特征。别列佐夫斯基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佐藤，你说话的时候我记不住你的声音，因为没有错误可以让我记住。”这句话后来被佐藤反复想起，不是关于语言，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变得透明。1905年秋天，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佐藤被分配到关东军司令部，担任对俄情报分析员。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缴获的俄军文件，以及监听俄国在满洲的电信通讯。这项工作他做了1年，表现突出。他不仅翻译了大约2000页俄文文件，还从一份不起眼的铁路物资清单里推断出了俄国在满洲北部的兵力部署调整。那份清单上记录的只是枕木、铁轨、道钉和螺栓的数量，但佐藤从物资的运输方向、数量的季节性波动和储存地点的分布中，读出了一条完整的兵力调动链。他的上司在年终评语里写了一句话：佐藤卫官对数字的敏感度超过了对语言的敏感度。佐藤读了这句评语，觉得上司说对了一半。他确实对数字敏感，但他对语言的敏感度并不比数字低。只不过在军队里，上司的评价不需要100%准确，只需要足够有用。他把评语折好，加进了文件夹里，没有再想。1906年冬天，佐藤被派往哈尔滨执行一项长期任务。他的任务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收集北满的经济情报和俄国侨民社会的情报。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从长崎来的日本商人的远房亲戚，来哈尔滨学习做进出口生意。这个身份并非完全虚构，他确实有一个远房叔叔在长崎做对华贸易。他小时候在叔叔的商行里打过暑假工。他对清酒、干海带和酱油的批发价了如指掌，对从长崎到上海再到哈尔滨的货运路线也不陌生。叔叔在他出发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到了那边，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你是跟我学的。”佐藤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先坐船从长崎到下关，再从下关坐火车到大连。在大连换乘北上列车的时候，他在站台上看到了一些穿关东军军装的士兵，和他一样的年纪，眼神里带着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的疲倦。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战争留下的痕迹还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他从大连坐火车北上，穿越了辽东半岛和松辽平原。火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零星的村庄。越往北走，树木越密，人烟越稀。12月末的东北，大地被冻成了一整块铁板，铁路两边堆积着没有化过的雪。
雪面上有时能看到一行动物的脚印，从路基的一侧延伸到另一侧，然后消失在白桦林的阴影里。他在车厢里坐了将近2天，到达哈尔滨的时候是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站台上有人喊着他听不太清的话，声音在冷空气中传得很远，像被冻住了一样。他第一次踩上哈尔滨的土地，脚下的雪被踩实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空气里的冷和他以前在东京体验过的完全不同，不是那种从皮肤表面慢慢渗透进来的冷，而是直接灌进鼻腔、灌进肺里的冷。他站在站台上，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用力吸了一口气，冷空气像一根透明的针，从鼻腔一直刺进胸口。然后他朝道外区的方向走去。他在哈尔滨的第一站是小林杂货铺。小林正雄是他远房叔叔介绍的人。小林在哈尔滨开了多年的杂货铺，街坊邻居都认识他，俄国人也认识他。他是这条街上为数不多的能让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都愿意走进店里的老板。不是因为他的货比别人好，是因为他从来不多问。客人进门，他点一下头；客人出门，他再点一下头。中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也不多。他叔叔在长崎时和小林的父亲有过生意往来，两人做了10几年的清酒和瓷器进出口。叔叔在佐藤出发之前写了一封介绍信，信封上沾了一粒干了的饭粒做封口。佐藤到哈尔滨的第2天就去了小林店里。他顺着道外区那条泥泞的街道走了大约1刻钟，在一排低矮的木屋中间找到了那块招牌。招牌上用毛笔写着4个字：小林杂货。字写的不算好，但很清楚，墨迹被风日和雨雪褪了一些，笔画边缘有些发毛。他推门走了进去。店里不大，大约10几平米。3面靠墙的货架上整齐的码放着瓶瓶罐罐和纸袋，空气中混合着酱油的咸味、清酒的米香和干海带的腥气，是一种他从小在叔叔的商行里就熟悉的气味。小林正雄正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块抹布在擦一只瓷瓶。他听到门响，放下手里的瓶子，擦了擦手。佐藤递上了叔叔的介绍信，小林接过信，没有立刻打开，先用手指捏了捏信封的厚度，然后才撕开封口。他慢慢读完信，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抬起头打量了一下佐藤。佐藤那天穿了一件灰色棉袍，是叔叔在长崎的裁缝铺里做的，料子厚实，但剪裁上总透着一股商人的气息。他站在柜台前面，脊背挺得比普通商人直了一些，这个细节没有逃过小林的眼睛。小林没有多问，他给佐藤倒了一杯茶，让他坐在门口那把桦木椅子上，然后他说了一句：你先坐下，喝杯茶。哈尔滨的冬天比长崎冷得多。佐藤坐下了，椅子是桦木做的，椅面被做得光滑发亮，带着一种被人长期使用过的温度。他端着茶碗，从坐着的位置打量这条街。对面是一家剃头铺，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上面用黑字写着剃头2个字。左边是一个卖面条的棚子，用4根木桩撑着一块帆布，棚子下面支着一口锅，锅里正冒着热气，面汤的香味随着蒸汽飘散开来。右边是一家挂着德厚家具招牌的木匠铺，一个穿工装的中国男人正站在门口刨一块木板，爆花卷出来，薄薄的，落在脚边的地上，被风吹着走。那个男人的手很稳，每一刨的深度和力度都几乎一致。他记住了这条街的布局，这是他接受过的训练。到达任何一个新地点之后，第一件事是记住出口、观察点和邻居。他在小林店门口坐了1个下午，期间有3个顾客进了小林的店。第一个是一个俄国中年女人，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头发用一条头巾裹着，只在额前露出几缕金色的碎发。她进门之后没有四处看，径直走到放茶叶的货架前面，拿起一包茶叶，用俄语问了一句价格。小林用俄语回答了他，他点了点头，付了钱。
把茶叶放进手提篮里，转身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第二个是一个中国老太太，穿了一件对襟的蓝色棉袄，手里拎着一个竹编的篮子。她进门之后和小林聊了几句天，说的是山东口音的汉语，小林用带着日本口音的中文回答他。他最后买了一瓶酱油，小林用草绳帮他拴好瓶口，他提着走了。第三个是一个朝鲜男人，穿着白色的短褂和肥大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草鞋，在12月的哈尔滨穿草鞋。这是佐藤注意到的第一个细节。他站在柜台前面比划了半天，嘴里说着佐藤听不懂的话，最后买了一小袋盐。小林用双手把盐递给他，他用双手接过去，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了。佐藤坐在门口，看着这一切。他没有拿笔，没有拿纸，没有任何记录。他的记忆就是记录。他后来把这3位顾客的特征、购买行为和大概的支付金额都写进了每周发回奉天的密报里。小林对佐藤的常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怀疑，或者他表现出了一些怀疑，但没有说出来。佐藤有时候觉得小林是知道的，知道这个从长崎来的年轻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但小林不点破，一个在柜台后面坐了大半辈子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佐藤每隔2、3天会来店里坐一会儿，买一点东西，有时候是一瓶清酒，有时候是一包干海带，有时候什么都不买，只是站在柜台前面和小林聊几句天。他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天气、物价，哈尔滨的俄国人都在干什么。小林回答的不多，但也不回避，该说的他说，不该说的他就不说，分寸拿捏的像一个在柜台后面坐了大半辈子的人。佐藤通过小林认识了赵德厚。那天他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赵德厚从隔壁铺子走出来，端着一碗茶递给小林，然后他看了佐藤一眼，那一眼不长，大约2、3秒钟，但佐藤注意到赵德厚的目光移动的次序，从自己的脸上移到手上，从手上移到鞋上，最后落在自己坐的那把花木椅子上。这是一个习惯性观察他人的动作，就像木匠习惯性观察木头的纹路一样。赵德厚问小林：“你亲戚？”小林说：“长崎来的，做生意。”赵德厚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又走回了自己的铺子。他关门的时候，佐藤注意到他的手在门把手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轻轻合上了门，关得很轻，但很准，不需要回头看一眼门是否关严了。这个细节被佐藤记住了。他后来在一份情报里提到了赵德厚，不是因为赵德厚有什么情报价值，而是因为他的家具铺是中、日3种人群的交汇点之一。佐藤在情报中写道，道外区德厚家具铺的老板是一个山东移民，与俄国顾客和日本杂货商均有往来，生意稳定，社会关系网广泛但松散，暂无情报利用价值，可保持观察。他用了暂无2个字，这是一个情报人员的谨慎。今天没有价值的人，明天可能会有。而一个3教9流交汇的木匠铺，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会变成一个信息的漩涡。1906年冬天到1907年春天，佐藤在哈尔滨活动了大约5个月。他走访了道里区的俄国商会、道外区的中国商铺、码头边的朝鲜劳工营地，以及铁路沿线几个俄国驻军的兵站。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数字：土豆的价格、面粉的供应量、铁路货运的班次间隔、码头工人每天的工资。但在这串数字后面，他算出了北满地区的物资流动总量和铁路运力的饱和度，以及俄国驻军在哈尔滨附近的后勤补给线分布。他没有在这些情报里加入任何个人判断，判断是奉天的事。他的任务只是收集和整理数字，把数字变成一份干净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报告。他的日常工作大致是这样的：一天早上6点起床，
在住处附近的一家中国早点贪吃一碗豆浆和2根油条。摊主是一个河南人，姓李，40多岁，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滚烫的锅沿烫出了一层硬茧。他每次看到佐藤来，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吃什么。吃完早饭，他在8点之前走到道里区的俄国商业街，选一家咖啡馆坐下来。他通常不会连着2天去同一家咖啡馆，而是轮流换着坐，这样不会引起店主的特别关注。他在这条街上试过4家咖啡馆，第一家最热闹，俄国军官常去，信息量大但不适合久坐。第2家最安静，老板娘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乌克兰女人，咖啡煮得不错，但客人太少，一个生面孔坐在那里会显得太显眼。第3家环境一般，但窗口的位置可以看到街上来往的行人。第4家是他去的最多的，不大，总是坐着几个读报的老先生，没有人会对一个也在读报的年轻人多看一眼。他点咖啡的时候用俄语，付钱的时候用卢布，动作自然到连他自己都快要相信自己是一个在哈尔滨生活的日本商人了。他要一杯黑咖啡，看一份俄文报纸。他看报纸的方式不是逐字阅读，而是先看广告，因为广告最能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和消费结构。俄国人的黑面包价格涨了，意味着粮食供应出了问题；俄国人的家具广告多了，意味着这个城市的侨民正在定居，而不是准备撤离。招聘广告的数量变化，反映的是俄国社区的人员流动趋势。他有时候会在报纸的中缝里发现一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信息：某个军官的讣告，某家贸易公司的破产公告，某条铁路线的通车预告。一行字往往比一份正式文件更有价值，因为它还没有经过修饰。他通常在咖啡馆里坐1个小时左右，付了钱，然后离开。他有时候会在咖啡馆里听到邻桌的对话，2个俄国商人讨论伏特加的价格上涨，一个俄国军官抱怨补给迟迟不到，一个俄国老太太和她的邻居谈论儿子的工作调动。这些对话听起来都像是日常的闲聊，但每一句闲聊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条有用的信息。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有用，所以你得记住所有的。他每天晚上回到住处，把当天的观察结果写成简要报告。报告不长，通常只有1、2页纸，但每一行数据都经过反复核对。他每周通过关东军设在哈尔滨的秘密交通站发送一次报告，发送的时间不固定，有时是周3，有时是周5，避免形成可以被预测的规律。秘密交通站设在道里区一家俄国人开的照相馆里，照相馆的门面不大，橱窗里陈列着几张黑白人像照片，一张是穿着婚纱的新娘，一张是戴眼镜的老绅士，一张是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照片已经放了有些日子了，边角微微卷起，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淡黄色的光。老板娘是一个白俄女人，30多岁，梳着一条深棕色的辫子，眼睛是灰蓝色的，眼窝很深。她的丈夫在日俄战争中失踪了，她一个人守着那家照相馆，靠给俄国侨民拍家庭照和证件照维持生计。关东军选中这个地点，是因为俄国人不会怀疑一个俄国寡妇的情报活动。佐藤每周去照相馆1次，他买了1卷新胶卷，实际上是从他那里取奉天方面的指令和经费。他把情报夹在胶卷盒里，胶卷盒的底部有一个隔层，情报就夹在隔层和胶卷之间。他把盒递给老板娘，她一声不响地接过去，收进柜台下面。从头到尾没有多余的对话，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流，但佐藤注意到，老板娘每次收下胶卷盒之后，都会用一块绒布把柜台擦一遍，来来回回擦同一块区域。那个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擦拭一件永远擦不干净的东西。他在心里记下了这个细节，没有写进报告里。佐藤每次离开照相馆的时候，都会在路上绕几个弯，确认没有人跟踪。他穿过一条巷子，
在街角的杂货铺门口停一下，假装看橱窗里的商品，然后突然转身，往回走半条街，再折进另一条巷子。这个过程他执行得很标准，像一个被重复训练过的机械动作。但有一次他在绕弯的时候，经过了道外区那条街，他停了下来，在街口的剃头铺旁边，他站住了。他看到了2个孩子正在街上追着一只猫，他认出那个男孩是老普的儿子，女孩是赵德厚的女儿。他见过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说过话。2个孩子大约5、6岁的年纪，跑得气喘吁吁，围巾在脖子后面飘起来。那只猫是一只灰色的流浪猫，瘦小，尾巴尖是白的。他从街心跑向路边，钻进了小林杂货铺的门下。门和地面之间有一条大约2指宽的缝隙，猫一缩身子就钻了进去，尾巴尖是最后消失的。2个孩子蹲在门口，脸贴着门缝往里看。小林从店里走了出来，他看到2个孩子蹲在门口，没有说话，转身回店里端了一碗水出来。他把碗放在门边的地上，然后退了一步，站在旁边。那只猫不知道从哪里又钻了出来，低头喝水，它的舌头卷成一小勺的形状，一下一下的舔着水面，喉间发出细微的咕噜声。2个孩子蹲在旁边，安静的看着它喝。女孩伸手想摸猫的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它吓着它。太阳已经偏西了，街面上铺着一层金色的光，那是12月末的太阳，光线角度很低，把所有东西的影子都拉得很长，人的影子、树的影子、屋角的影子，全都重叠在一起，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被扭曲、延伸又恢复。佐藤看着那个画面，站在街口没有动。他本应该继续走，因为他多停留1分钟，就多1分暴露的风险。但他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他站了大约2分钟，在这2分钟里，他没有任何分析，没有任何判断，他的脑子是空的，不是情报人员的那种警觉的空白，而是一种真正的没有目的的空白。2分钟在情报工作的规则里是一段致命的时间，足够一个跟踪者从远处走近，足够一个漫不经心的目击者记住你的脸。但他没有动，他就那样看着那只猫喝水，看着2个孩子蹲在旁边，看着傍晚的光一寸一寸的从街面上划过去，店门口的热气与光交织在一起，像一层透明的薄纱。他事后在当天的报告里没有写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不属于情报的范围，它不属于任何一份报告的范畴。他只是一个人在一座不属于他的城市里，偶然看到一个不需要被记录的瞬间。那个瞬间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交易发生，没有任何可以被量化的数据，只是一只猫、一碗水、2个孩子和傍晚的阳光。这些元素单独拿出来都没有意义，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了一种他从来没有在情报训练中接触过的东西。那种东西的名字他当时不知道，后来也没有找到准确的说法。但佐藤在写当天的总结时，在报告的末尾加了一行字，他写的是：今天多云，傍晚转晴。他的上级后来读到这一行的时候，以为他是在记录天气，只有佐藤自己知道，那不是天气，那是一个人在哈尔滨的某一个傍晚站在街口看到的东西，不是情报，只是存在过。小林正雄有一天在关店之后问了佐藤一个问题。那天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小林在柜台后面擦瓶子，佐藤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店里很安静，只有抹布摩擦玻璃的声音和炉子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外面的街道也安静下来了，偶尔有一辆马车经过，马蹄敲在冻硬的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然后慢慢远去。小林突然开口说了一句：你在长崎的时候，你叔叔的店里也这么冷清吗？佐藤说，叔叔的店在码头边上，往来的人多，但买的都是大宗货。大宗货不用一单单的谈，一笔下来就是半车的量。小林说，
大宗货和林麦的生意不一样，大宗货看码头，林麦看街坊。佐藤没有接话，他听出了小林话里可能有别的意思，但那句话也可能只是两个做生意的远房亲戚之间的闲聊，他无法判断。这正是他在哈尔滨待了5个月之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他无法判断哪些话是有含义的，哪些话只是普通的闲聊，因为这条街上的人都太普通了，普通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随口说的。而一个情报人员最怕的不是敌人的警惕，是普通人的自然，因为自然无法被解读，无法被解码，无法被写进任何一份报告里。他坐在那把桦木椅子上，把茶碗里已经凉了的茶喝完，没有说什么。1907年春天，佐藤被调回了奉天，他在哈尔滨的工作告一段落。他的上级对他的情报评价是：内容详实，缺乏深度洞察。也就是说，他收集了很多数字，但没有触及俄国人在北满的真正战略意图。佐藤自己知道，那个评价是对的。他在哈尔滨的5个月里，确实没有发掘出足以改变局势的情报，但他带回去了几十页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观察记录。那些数字被奉天的分析员拿去用了，编进了关于北满经济状况的综合报告里，送到了更高级别的长官桌上。没有人记得那些数字是谁收集的，但佐藤记得每一条数字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从什么人的嘴里听到的。有时候他闭上眼睛，那些数字后面会浮现出一张脸，但他在那里学到了一些他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和关东军司令部都学不到的东西。他学会了在一杯茶的功夫里判断一个俄国商人的情绪状态，不是从他的表情里看出来的，不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的，是从他的沉默里看出来的。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往往比说话的时候更真实。他观察到，一个焦虑的俄国商人会反复转动桌上的茶杯，一个愤怒的商人会把嘴唇抿成一条线，而一个真正放松的人会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五指自然张开。这些细节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情报手册里，因为最好的情报往往出现在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而学会了这个，就已经值得了。他还学会了在哈尔滨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这里，你不需要问一个人从哪里来，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别处来的。你只需要问他冷不冷，因为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共同的回答。这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城市，每个人的来历都不同，但冷是所有人共同的体验。佐藤用这个原则和至少50个哈尔滨居民打过招呼，其中大多数人他只见了一次，再也没有见过，但他记得他们的脸。他记得那个卖面条的河南老李低头捞面时后颈上被蒸汽熏出的红印，他记得那个朝鲜男人接过盐袋时双手合拢的弧度，他记得那个俄国女人在付钱时从手套里抽出纸币的动作。这些细节不属于情报，但他们也没有被遗忘。他在离开哈尔滨之前，最后一次去了小林杂货铺，他买了2瓶清酒，不是作为情报的掩护，是真的想带2瓶回奉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带，也许是因为回到奉天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像小林那样坐在柜台后面用长崎的口音和他说话了。小林把酒用旧报纸包好，递给他，没有多收钱，也没有少收，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顾客一样。佐藤站在门口，把那2瓶酒夹在腋下。他看了一眼隔壁的德厚家具铺，赵德厚正在里面给一把椅子上漆，手上的刷子不紧不慢地来回移动，漆面在午后的光线中泛着湿润的光。佐藤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上了那条通往火车站的路。那条路从道外区延伸出去，穿过几片低矮的居民区，经过一座俄国人的东正教小教堂，然后拐向火车站的方向。他没有走大路，选了一条稍远的小路，不是因为担心被跟踪，是因为他想多走一会儿。那条路他走了大约40分钟，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拿的东西重，是因为
他在用脚记住这条路。他接受了5个月的训练，记住了一条街的布局，记住了邻居的模样，记住了土豆的价格和火车的班次。但他发现，他记住的最牢的是那条路本身，那条从道外区通往火车站的土路。路的两边是还没有完全融化的雪，雪面上散落着行人的脚印、马车的、车辙和狗跑过的痕迹。他的脚印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是这条路上唯一属于他的声音。路边偶尔有几棵白桦树，树干上的树皮在冬末的风中微微卷起，露出一层浅棕色的内皮。他走完40分钟之后，把行李换了一只手，回头看了一眼来路。来路在早春的薄雾中渐渐模糊，他踩出的脚印被薄雾和光线模糊成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色，最终消失在视野的尽头。但他知道，他不会忘记那条路。一个人用脚记住的东西，通常比用眼睛记住的更持久。在奉天那些年里，他经手过无数份关于满洲的情报，有些来自铁路沿线的观察员，有些来自俄国报纸的公开报道，有些来自关东军派出的侦察队。他从那些纸上的字里行间，推断出铁路在哪里延伸，煤在哪里被挖出来，军队在哪里调动。每一份报告都指向一个更大的图景，每一次分析都在为日本在满洲的战略布局提供依据。但他从来没有在那些情报里读到过一条街上的人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同一个炉子旁边喝酒的消息。他觉得那不是情报应该写的内容，因为那不是写情报的人应该关心的东西。但他偶尔会在整理完案头的文件之后，放下笔，坐一会儿。窗外是奉天的街道，街上有马车，有行人，有叫卖声，和哈尔滨的道外区不太一样。他在心里把那条街上的名字念一遍。小林在日文里念 Kobayashi， 2个音，轻快而短促，赵德厚、德厚2个汉字的笔顺，他闭上眼睛也能一笔不错的写出来。那些名字和笔画像刻在他的记忆里，不需要回忆，他们自己就会浮上来。他偶尔也会想起哈尔滨的冬天，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办公的时候，午休时间他有时会打开窗户，冬天冷空气从窗外灌进来的那一瞬间，他会想起哈尔滨道外区那条没有名字的街。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是因为那里的冷和奉天的冷不一样。奉天的冷是干燥的，像刀片一样刮在脸上，哈尔滨的冷是湿润的，冷空气中带着松花江的水汽、木柴燃烧的烟味和干海带的气味。那个差别只有他的皮肤还记得。皮肤的记忆比大脑的记忆更顽固，因为大脑可以选择遗忘，皮肤不会。1907年以后，佐藤再也没有回过哈尔滨。他的轨迹从奉天延伸到旅顺，然后又转到了东京。他的俄语在之后的岁月里慢慢退步了，不是词汇量少了，是对那种语言的直觉变钝了。他以前说俄语的时候不需要想语法，舌头会自动找到正确的变格和变位。后来他需要想一下了，虽然只是一瞬间的迟疑，但他自己知道，那种天生的流畅感已经消失了。他最后一次用俄语和人交谈，是在1935年，一个在东京的俄国流亡者的茶会上。茶会设在一栋旧木屋里，屋里有壁炉，壁炉里烧着桦木柴，那股味道让佐藤愣了一下。他已经快30年没有闻到桦木燃烧的气味了。那个气味把一些他以为已经忘了的东西突然拉了回来，不是画面，不是声音，是一种比画面和声音更模糊的东西，像是某种温度，或者某种空气的质地。那个流亡者曾是沙俄时代的外交官，说话时带着旧贵族式的缓慢和精确，每一个词都像是被仔细称过的。佐藤和他用俄语聊了大约1个小时，他发现自己需要偶尔停下来，寻找一个词的精确说法了。他意识到，哈尔滨时期的俄语水平是他这一生中最好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舌头变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每天都必须用俄语和俄国人说话。在哈尔滨的人使用每一种语言都不是因为选择，
而是因为需要。需要是一种比天赋更强大的推动力。多年以后，佐藤在东京写回忆录的时候，写到了他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他写了很多关于俄国人的饮酒习惯，关于情报收集的方法论，关于中东铁路运力的技术分析。那些内容占了几十页纸，数据详实，论证严谨，像一份放大了的军事情报。他把那些章节读了一遍，改了几处数据上的误差，然后合上了稿纸。那些数据都是对的，没有任何错误。但对的东西有时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他只用了一段话提到那条街。他写的是，那条街上有一个日本杂货商，一个山东来的木匠和一个从朝鲜过来的老工人。他们之间说的语言各不相同，但坐在那张桦木椅子上的时候，没有人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他写下这段话之后，看了很久。那一页上的文字不多，但他写的比整本回忆录里的任何一页都慢，因为他知道那条街上的每一个人，小林、赵德厚、老普，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了，但那张桦木椅子，如果还在的话，应该还是原来的样子。椅子不会问坐在上面的人从哪里来。他合上回忆录的稿纸，把钢笔放回笔筒里，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东京已经和他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了，但哈尔滨在某些方面从来没有变过，至少在他的记忆里没有。他把窗子推开一条缝，冬天的冷空气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不是哈尔滨那种湿润的冷，但已经足够让他想起一些事情了。窗外是东京的街道，不是哈尔滨的，但这不重要。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了书桌前。